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分享。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本改变无数人生活的书《情绪的力量》。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情绪管理专家乔德·梅奥周迪梅欧。他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还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帮助无数人走出了情绪的困境。情绪的力量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是一本指南，一本帮助你理解、管理并最终掌控情绪的宝典。无论你是在职场中感到压力重重，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遇到情感困扰，这本书都能为你提供实用的工具和方法，帮助你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你是否有这样的时刻，被情绪淹没，无法自拔？也许是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因为紧张而失语，或者在一次争吵后感到深深的懊悔。著名演员休·杰克曼 Hugh Jackman 曾说过，情绪是我们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它可以成就我们，也可以毁灭我们。那么，我们该如何掌控这股力量呢？答案就在《情绪的力量》这本书中。第一部分，情绪的认知，理解情绪的来源与本质。在《情绪的力量》中，乔德·梅奥首先带领我们深入了解情绪的本质。他指出，情绪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内心深处传递信息的信使。通过理解情绪的来源，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它们。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情绪是我们对外部事件和内部思维的反应系统。梅奥引用了保罗·艾克曼 Paul Ekman 的理论。艾克曼认为人类有6种基本情绪：快乐、悲伤、恐惧、愤怒、惊讶和厌恶。这些情绪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普遍性，是我们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存机制。梅奥建议我们首先学会识别自己的情绪。他提出了一种情绪日记的方法，每天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逐渐培养出对情绪的敏锐感知，从而在情绪爆发前做出更理智的反应。梅奥在书中写道，情绪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晴雨表，它们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停下来，什么时候需要改变方向。他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位名叫丽莎的女士通过记录情绪日记，意识到自己每次在面对工作压力时都会感到愤怒。经过分析，她发现这种愤怒其实是源于对失败的恐惧。于是，她开始学习放松技巧，并调整了自己的工作策略，最终成功地缓解了压力。第二部分，情绪的接纳，拥抱情绪而非压抑。在理解情绪的基础上，梅奥强调，接纳情绪是管理情绪的关键。很多时候，我们试图压抑或忽视负面情绪，但这只会让它们变得更加强大。心理学研究表明，压抑情绪会导致情绪的反扑，即所谓的反弹效应。梅奥引用了詹姆斯·潘尼贝克 James Pannebaker 的理论。潘尼贝克发现，通过写作表达情绪的人，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提高。这是因为写作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方式来处理和释放情绪。梅奥建议我们学会情绪接纳，即在情绪出现时，不评判、不抗拒，而是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去面对。他提出了一种情绪冥想的方法，通过深呼吸和正念练习，帮助我们与情绪和平共处。梅奥在书中写道，情绪就像海浪，它们会来也会走，我们要做的是学会在海浪中保持平衡。他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位名叫马克的男士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情感挫折后，通过情绪冥想，逐渐学会了接纳自己的悲伤和愤怒。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情绪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而是逐渐消散。第三部分，情绪的转化，将负面情绪转化为积极力量。在接纳情绪之后，梅奥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将负面情绪转化为积极力量。他指出，情绪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利用它们。根据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负面情绪可以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梅奥引用了马丁·塞利格曼 Martin Seligman 的理论。塞利格曼认为，通过习得性乐观，我们可以改变对负面事件的看法，从而提升幸福感。梅奥提出了一种情绪转化的方法，即在情绪出现时，尝试从中找到积极的方面。例如，将愤怒转化为动力，将悲伤转化为成长的契机。他建议我们练习感恩日记，每天记录3件让自己感到感恩的事情，以此来培养积极的心态。梅奥在书中写道，每一次情绪的波动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他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位名叫苏珊的女士在失业后感到极度的沮丧和焦虑。通过练习情绪转化，她开始将这种情绪视为重新审视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最终，她找到了一份更加适合自己的工作，并因此感到更加充实和满足。第四部分，情绪的表达，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情绪的管理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还涉及到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梅奥强调，健康的情绪表达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心理学研究表明，有效的沟通是情绪表达的关键。梅奥引用了约翰·戈特曼 John Gottman 的理论。戈特曼认为，良好的婚姻关系中，
夫妻双方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情绪。梅奥建议我们学会情绪表达，即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尊重他人的感受。他提出了一种非暴力沟通的方法，通过观察、感受、需求和请求4个步骤，帮助我们进行有效的情绪表达。梅奥在书中写道，情绪的表达是爱的语言，它让我们与他人更加亲近。他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位名叫汤姆的男士在婚姻中遇到了沟通障碍，通过学习非暴力沟通，他开始尝试在争吵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是指责或攻击对方。最终，他与妻子的关系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过以上4个部分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情绪的力量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管理情绪的理论框架，还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方法。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教会我们如何与情绪和谐共处，如何将情绪转化为积极的力量，以及如何通过情绪的表达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情绪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可以成为我们的盟友，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希望大家能够阅读《情绪的力量》，并将其中的习惯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相信我，这本书将彻底改变你对情绪的看法，并帮助你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记住，情绪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信使。让我们学会倾听这些信使的声音，与他们携手共进。正如乔德·梅奥所说，掌控情绪就是掌控人生。希望大家在情绪的旅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与方向。希望这些激励话语能够激发大家的行动力，让我们在情绪的旅程中不断前行。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再次感谢，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